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。国退民进，中国经济才有长久未来。中国经济面临冰火两重天，国企利润增长，形势大好，但民间的就业和消费却始终不振。这种国进民退的现象如果成为常态，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。德国之声中文网作者沈凌。最近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老师接受采访时，再次重申了一下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：长期的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拉动的，而是要靠投资。本来嘛，怎么可能大家胡吃海喝一下就能把经济搞上去了呢？但是这样一个很浅显的道理，却被著名企业家和投资人段永平先生质疑。在他看来，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拉动，因为没有消费的指引，企业家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投资，更何况投资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消费。没有了消费，谈投资还有什么意义？消费与增长，孰轻孰重？这个隔空对话完全体现了一个经济学者和商业人士的区别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。在经济学的研究中，很注意区别不同的场景。比如，林毅夫老师在讲上述逻辑的时候，必定是在一个长期增长模型的范畴里面论述的。这个长期的含义不一定就是老百姓认为的很多年，而是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的长期状态。另外一方面，经济学也承认，在短期内，实际的经济运行时时刻刻充满着不平衡，不是供大于求，就是供小于求。但是只要这个不平衡是局部的、短期的，那么终归围绕平衡状态波动，所以从一个较长时期看，平衡才是一个稳态。既然供求平衡，那么只要投资越多，产出自然越大，增长当然就越快。这个不难理解。但是作为实际的商业人士，往往更加注重短期的变动。在短期内，因为不平衡是常态，我们看到的经济增长缓慢，甚至经济负增长，往往伴随着供大于求，生产能力闲置。这在我们的财经新闻里面，往往有很多指标来描述。比如，现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，就是由那些企业利润下降 20%， 采购人经理指数不足50%，或者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比较低等等来勾勒的。这些指标给投资者的直觉就是，因为消费不振，所以产出下降或者增长乏力。因此，拉动增长的药方当然是促进消费。应该说，基于短期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态提出来的促进消费拉动增长，注意，此处的增长是短期增长，和基于长期供求平衡条件下说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，注意，此处的增长是长期增长，并不矛盾，反倒是相辅相成。除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平衡，中国经济还有一个特殊的不平衡，那就是国有和民营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。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2个相互价的数据，比较有趣。一方面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今年1至4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%， 形势大好。但另外一方面，统计局的数据却显示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了 20%。这中间的区别，一个可能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升，民营企业的利润下降；另外一个可能是工业企业利润下降，而非工业的，比如金融在上升。因为金融企业主要还是国有的，所以从利润的此消彼长来看，国进民退这个趋势隐隐的又出现了。消费低迷的结果直接导致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下降，而民营企业承担着解决全社会就业的重大任务，民营企业的营业状态不佳，直接导致的也是就业率下降，老百姓收入不稳定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消费不振的预期。而国有企业往往承担着国家重大任务，比如大飞机上天、高铁建设出国，即便短期经济供大于求，增长乏力，也不改变这些重大任务的方向和进步速率。因此，相较而言，国进民退成了一个合理的结果。这种趋势在短期内存在不足为虑，但是如果成为一种常态，则不利于经济增长，尤其是长期的增长。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只有齐头并进，才能使经济健康稳健。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，并且要约束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随意出台一些政策，去改变民营企业的准入规则，这样才能降低投资风险，促进民营企业增加投资。同时，对于国有资产，应该进一步盘活，有退才有进，让国有资产从一些已经很成熟的行业中退出，让市场竞争在这些成熟行业中发挥更加经济有效的作用，而退出的国有资产
可以进入那些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关键的被卡脖子的领域，突破技术瓶颈，然后在技术外溢，从而整体经济受益；也可以进入民生领域，通过公共设施的完善来带动私人消费，拉动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。这样的话，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值得乐观的。本文作者沈凌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，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。请大家继续收看评论简报。在王气以中的废都，习近平梦回唐朝。自由亚洲电台作者魏普。为了和日本广岛 G7 峰会分庭抗礼，习近平在古都西安召开中亚五国峰会，张灯结彩，火树银花，铺张炫富，极尽豪华，像极了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再联想起张艺谋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都是一脉相承的宏大叙事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极权主义美学。反观日本 G7 峰会，非常简朴，但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。这份联合公报可以和历史上波茨坦宣言相比，1945年美国、英国、中华民国签署这份公告，既限定日本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，也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。当时苏联因为和日本的和平协议未作废，所以没有签署这份文件。这次广岛峰会联合公告也具有类似的历史意义。首先，公告断绝了俄罗斯以战求和的念头，要求他必须撤出侵占别国的领土，换言之就是不服打到你服，只有普京认输才有和平。其次，联合公告一致反对中国的经济胁迫，虽然不和中国脱钩，但必须去除风险。这既是从俄乌战争得到的惨痛教训，也是国际社会对北京政权的认识日益加深而得出的清醒结论。而习近平依然沉迷在他的中国梦里，黄兜焰火，豪华国宴，十足藩邦来朝的气派。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是帝国梦。最近一件看似很小的风波，恰恰反映出中国已在这10年里走向王朝化。一个说单口相声用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来形容自己的狗，节目被停而且重罚上千万元，看来还要刑事问罪。理由是污蔑了军队，但更关键是那8个字是习近平语录，等于皇帝的金口玉言。说相声的不能说笑话，这是中国式荒诞。更荒诞的是，中国政治现在仍然离不开皇帝。中国人没有皇帝的日子其实并不太长。当年辫子大帅张勋复辟帝制未成，毛泽东轻而易举就办到了。他就是皇帝，甚至超过前朝皇帝。文革吃足苦头的邓小平对毛并无敬意，但不能砸了祖宗牌位，顶多去除个人崇拜。邓小平明令拆除全国到处矗立的毛塑像，不得悬挂任何领袖画像，不得创作鼓吹个人崇拜的文艺作品。那时中国人经过10年浩劫，终于舒出一口气，原来没有皇帝也是可以活下去的。谁知日子一久，有人见骨头就发痒。中华崛起了盛世了，就迎来了英明君主。记得习近平执政之初，不甘寂寞的太监士、拍马好手以及崇拜强人的愚民庸众就纷纷为领袖涂脂抹粉。有官媒发掘出习在福建任职时有武夷山曾有成尺长的大鱼跃上竹筏，这是周武王白鱼入周的祥瑞典故。这个编故事的人还算有点墨水，其他马屁功夫就实在不堪了。比如某官媒挖掘1996年习近平在福建如何顶住烈日驱车翻山去看望贫苦乡民，另一家官媒宣传习是如何冒着零下10多度的严寒驱车前往去河北贫困地曲阜平县视察。当然被大家熟记的还有这个擦鞋段子，习近平刚上台时在雾霾天到街头表演清明，被官媒赞颂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。试问当地的福建山民和河北乡民不成天都顶住烈日和冒着严寒吗？再说不和人民同呼吸，习大大应该怎么呼吸？虽然不说都知道，中南海有特别定制的空气过滤系统，领袖呼吸的是特供空气。习近平对个人崇拜来之不拒，有严重精神自恋，真觉得自己满腹经纶，胸怀大志，要把头顶的光环照耀到全世界每个角落。这已经追上当年毛泽东的伟人情怀，只不过老毛在乎的是革命教宗地位，习近平野心更大，他认为自己可以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。毛泽东不过写过5卷雄文而已，而连文稿都读得白字连篇的习近平却出版无数本著作，内容包罗万象。这种典型人格西方也会见到，但碍于现代成熟的民主制度，他们即便翻出点浪花来也是可控的。
但是看独揽大权20年的普京，让俄罗斯掉到火坑里出不来了。而习近平执政10年，却以加速度直追普京，闹得整个现代文明世界和他割席。这样的英明领袖，正是中国人民的结束。请大家继续收看评论简报。习近平的初心可以揭开谜底了。美国之音作者吴国光。几个人闯进你家来，抓走你家鸡鸭，抢走你养的猪，拔掉你家的庄稼，砍掉你家的树，这是来了土匪吗？随着农民们记录下这些粗暴行为的镜头在网上传播，人们开始知道一个新名词，叫做农管。这几个抢猪砍树的家伙就属于农管这玩意儿。农管不是当今中国的什么新品种土匪，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执法人员，官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。光听这名字，不装外宾的人应该明白了，这些人比土匪还土匪。他们比土匪更高级，更蛮横，更肆无忌惮，是有原因的。他们的主子不仅是老资格的土匪，而且是坐上了朝廷的土匪。既然有权有势，当然无法无天。号称行政执法，其实无法无天，这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从城管到农管，暴力二管两兄弟，说农管不是新品种，也有点不公平。第一，这没有公平评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。也许进步这个词儿，这里应该打上引号。引号有解构被引起来的那个词儿的意味，打了引号的进步意味着不是真正的进步。据说引号还有一种强调的作用，这里那可就意味着这种进步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。这两个意思相互矛盾，请读者自行选取其中一种意义，我暂时不做判断，先说事情的来由。来由是，中国本来存在城管，就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。很明显，他们干的活与这农管干的差不多，只是前者在城市范围活动，而且很有一些年头的历史。当然，城市里无猪可抢，也没有庄稼可拔，但城市里商业发达，交通也发达，城管不去抢人家的猪，而是抢人家的买卖摊子，也不去拔人家的庄稼，而是砸人家路边停靠的车辆。不用说，这种所谓执法行为是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大量增加而自1990年代盛行起来的。城管的特点就是在执法的名义下对民众实行暴力的所谓管理。据说城管二字的汉语拼音 chingwen 已经成为英语词汇中的一个新词，也被视为是暴力的同义词。说句也许并非题外的话，英文中直接从汉语拼音进口的词汇并不多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是光在关系。为什么要直接进口这样的词汇呢？因为人家那种语言里原来没有这个概念。看来，如果说光在是传统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，这个 chingwen 就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了。毛泽东早就说，中国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，习近平也在说，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难道说不靠本事靠关系就是中国智慧了吗？不靠法治靠城管，那就是人类治理的中国方案了吧？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人，我觉得从城管到农管还不单单是暴力管理的范围扩大了，而是揭示了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些很有深意的东西。比如中共的本质。习近平喜欢说不忘初心，那么究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？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所理解的中共初心是什么？这就和农民很有关系。谁都知道，中共是靠农民的支持而取得全国政权的。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明确说，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，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。那么，习近平如此暴力对待农民，这与中共的初心究竟是一致的呢，还是相互矛盾的呢？从依靠农民变为暴力对付农民，这当然是背叛。不过，毛泽东时代已经背叛农民不止一次了，最大的背叛就是从分田分地到人民公社。为什么不断有这样的背叛呢？因为中共不过是利用农民取得权力。如果说中共的初心就是权力，那就首尾一致了。从专制权力的角度看，中国人都是这个政权的潜在敌人。小商小贩可以是，大股大亨也可以是，城市青年可以是，乡下农人也可以是。中共施政的要点不外乎根据形势的变化，暴力打击危险的敌人，分化瓦解此时还不那么危险的敌人。看来，在所谓习近平时代，中共做出了一个判断，
农民这个敌人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了。于是农管上场，开始直接用暴力对付农民。因此，不妨说，农管这个东西就是对中共本质的揭示。它的出现好像在告诉人们，中共感到对它有威胁的敌人越来越多了。如果人们，包括农民们，因此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人民，而其实是被中共看作敌人的，那将会是中国的莫大进步。谢谢大家收看评论简报。